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武侠、探案、悬疑，莲花楼方方面面都少了点意思。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古装佳作，无疑是由程毅、曾舜晞、陈都灵等人领衔主演的武侠探案剧《莲花楼》。本剧集巧妙融合了古装、武侠、悬疑与探案等多重元素，精准捕捉了观众最为期待与喜爱的看点。然而，这部剧播出后的品质和口碑却明显未能符合先前的期待，令人感到失望。莲花楼自称为古装武侠悬疑剧，然而从已播出的前6集来看，该剧在多个方面均未达到观众的期待。谈及武侠元素，开篇的重头戏东海大战明显展现了莲花楼在武打场面的处理上仍旧局限于传统的古装偶像剧风格，缺乏创新与突破。东海大战中，李香怡与狄飞升的交锋看似眼花缭乱，但仔细观察，实则充满了威亚与特效的痕迹。主角们仅摆个姿势，轻轻一挥剑，便有一道耀眼的光波射出，震飞了一群人。这究竟是什么招式？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动感光波吗？莲花楼虽身为 S 加级别的古装大戏，在制作经费上应无虞，但审美并非金钱所能简单衡量。该剧在展现江湖气息与武侠氛围方面尚显不足，相较之下，小成本制作的《侠探简不知》反而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莲花楼的剧情主要聚焦于探案解谜，原著中的故事线索由多个离奇诡异的案件串联而成，为读者带来了极富趣味性的阅读体验。莲花楼改编后剧情节奏紧凑，几乎每2-3集便完成一案，然而探案的逻辑性略显不足。以灵山派金身案为例，李莲花仅凭一本3字经便断定掌门有子，此种推断方式显得过于草率，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很多时候，查案过程过于依赖主角的直观判断和口头分析，缺乏深入调查和推理过程，导致观众难以产生代入感。近几年古装探案类剧集中，若论其逻辑严谨、推理深入的品质，2021年的御赐小仵作无疑独占鳌头。该剧以其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叙事手法，展现了出色的探案逻辑，堪称佳作。莲花楼在营造悬疑氛围方面显得不够突出，悬疑感未能达到足够强烈的程度。莲花楼剧情进展迅速，但情节叙述过于平铺直叙，缺乏深度。剧中的秘密往往在短短3集内便全部揭晓，这使得原本应有的悬疑探案元素大打折扣，无法激起观众的紧张刺激与兴奋感。观看6集后，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昏昏欲睡，缺乏吸引力。玉成二小姐被杀案中，她不幸接连发现了姐姐与未婚夫、闺蜜与姐夫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最终惨遭杀害。然而，这个原本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在呈现上却显得平淡无奇，如同白开水一般乏味无聊。编剧和导演在制造悬念、激发观众兴趣方面，应当向唐朝诡事录学习其精湛的技艺，以提升自身的创作水平。莲花楼播出后，男主角程毅的台词、演技和颜值成为观众吐槽的焦点。暂且不谈论演员的颜值，其原声台词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那句“杀了这个玉秋栓”，让人瞬间失去了观剧的沉浸感。这完全不符合原著中李莲花的形象，她本应是个洒脱淡然、传奇色彩浓厚的角色，然而这里的展现却与原著大相径庭，令人感觉货不对版。电视剧《莲花楼》改编自藤平的小说《吉祥文莲花楼》，原著正在热销中，点击上方链接即可购买。男2号曾舜晞的扮相颇具帅气魅力，然而其角色定位更像是衬托男主的工具人，似乎缺乏足够的发挥空间，显得有些遗憾。莲花楼宣传伊始，
陈都灵的古装路透照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她身着粉色古装，既展现出侠女的英气，又流露出书卷气的雅致，令人惊艳不已。在正片播出6集后，陈都灵的表现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存在感甚至不及剧中男主角的狗，显得相对平淡无奇。配角们的妆造显得草率且乏味，明显缺乏创新和独特性，整体呈现出一种低质量网剧的风格。